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一路磕磕碰碰，总算赶在没漏水之前进入南海，然而才来第一天就干了件蠢事。据美国国防部网站的消息，伊丽莎白女王号因美国邀请抵达南海后，开始执行自由航行，在27号夜间通过马六甲海峡，正式抵达南海的第一时间，唯一搭载的舰载机 F-35就开始出动，执行飞行训练和航母起降训练。也是在英国舰队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后，我国卫星很快捕捉到了这支舰队的踪迹。在28号，我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表动态消息，当天早上8点，卫星在万安滩东南偏东方向大约53.9海里的位置，捕捉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的身影。甚至在航母编队航行到我国南沙群岛西北方向时，我国卫星犹有余地的为这支找多个国家东拼西凑才折腾出来的舰队来了张全家福。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虽然只贴了一张颇为模糊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卫星图，但是就我国航天技术来说，这还是次一级的民用分辨率。此前我国卫星就在美国机场进行过一次长达10分钟的抓取，画面相当清晰。从当时放出的短视频中，我国卫星甚至智能分辨出了机场飞机在地面转移的时速、起飞和降落的瞬间速度都能够判断。换句话说，英国人这次着实干了件蠢事，哪怕不去计算我国在南海多个岛屿上建立的哨所或者雷达站，光是头顶的卫星，还是主要顶着南海地区的卫星，就足够把它表面上的数据看得一清二楚。这种情况下，英国佬却十分嚣张地把 F-35露出来，来来回回进行飞行训练，也不知道是艺高人胆大，还是无知者无畏。要知道，美军的航母来的次数非英国能够比拟，但到目前为止，可从来没有消息证实美军在南海地区把 F-35露出来过，更不用说美军藏得很深的 F-22，甚至连南海都没来过。从某种角度来说，英国人来南海玩自由航行，挑衅我国南海主权，却很有可能直接将 F-35的数据拱手送给了中国。也不知道美国人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长江口、杭州湾被美国盯上了，一架美军监视机在两地往返画圈10余次，这打的什么主意？之前笔者就曾说过，美国就是见不得中国人过得好，特别喜欢在中国人过节的时候跑到中国周边来搞事，这种挑衅行为着实令人气愤。而在8月1日上午，中国建军节的时候，美军又来了。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消息，在8月1日上午，美国空军的一架监视机从日本冲绳起飞，并在7点左右就出现在了中国海岸线附近。虽然没有到中国领空内，却也在中国防空识别区肆意张扬。而中国沿海的长江口以及杭州湾还被美国盯上了，在附近来来回回的往返10余次。如此高强度的作业，美国究竟是想干什么？首先，挑衅中国是不用说的了，还是特意挑选的重要日子。其次就是探查中国军事机密，特别是否在这些地区部署了重要军事装备之类的。不过美国既然在这里往返10余次，那么就是说明美国很可能有确切的消息，认为中国在这里有部署。从消息来看，这架飞机是美国空军的 RC-135S， 绰号眼镜蛇球，而在学名上却被叫做导弹监视机。作为 RC-135的衍生产品， RC-135S 目前一共就造了3架，但是美国光是在日本就部署了2架，可想而知，美国对于探寻中国情报的欲望有多强烈了。其实从名字上就大致能看出这架飞机究竟是个什么来头了，主要作用自然是想搜集弹道导弹的情报了。而这次既然会出现在中国沿海，并且在长江口和杭州湾南北，为什么来来回回的飞了10余次？那么目的不外乎是探查中国导弹是否在这里有所部署，以及部署导弹的型号之类的。毕竟在这之前，英国航母刚到中国南海就对中国起飞舰载机挑衅，中国直接头也不抬的就把山东舰派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旁边，还让歼116罕见的展示了突击反舰的姿态，甚至还把反潜机投放自导生弹并且一击命中的视频给放了出来。这一系列的让美国难免会担心，在后方中国还部署了各种陆基反舰导弹，会突然的给美国、英国之类的来一下。当然，中国有没有部署不说，美国不管是军机还是军舰，在中国周边还真的是如入无人之境，来去自由猖狂的很。对此中国不给点反应，总归是说不过去的，不然美国总觉得自己很厉害。就像之前有国人说的，美国侦察机屡次对中国防空识别区视若无睹，中国有必要予以对应手段来反制美国，就像俄罗斯一样，要么硬刚回去，在其周边搞演习，要么用同样的手段去对方家里巡视一番。美军舰第7次现身台海，核战指挥机也罕见在台海周边活动，难道美国为了找回面子要动真格了？我国防部警告，玩火必自焚。
众所周知，在近日刚结束的中美高层天津会谈上，中国外长王毅对美方画出了3条红线，其中一条就是要求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而作为美方代表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会谈期间也是做出表态，声称美国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且还会做出不会支持台独的承诺。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美国如果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了，那他们就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搞些小动作来找回面子。果然，就在中美天津会谈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加大了施压力度，甚至还派出了核战指挥机掠过台海附近。这不禁让一些国人感叹，美国为了找回面子，要对中国动真格了吗？据外媒报道称，在谢尔曼结束访华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恰好正在访问菲律宾，而与此同时，美军的一架E-4B 核战指挥机也恰好出现在了台海周边区域。有消息显示，奥斯汀正是乘坐着这架 E-4B 核战指挥机专机，展开了这次亚太地区的访问之旅。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架 E-4B 核战指挥机也被称为末日飞机，它能在核战爆发之后提供一系列的指挥，包括引导核潜艇对敌对目标进行攻击，以及下达核弹的发射命令等。除此之外，美海军第7舰队也在同一时期宣布，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近日通过了台湾海峡，这也是从拜登上台以来美军舰第7次通过台海了。对此，有分析人士称，美国虽然在与中方谈话时表示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却还是在对中国主权进行赤裸裸的挑衅。要知道，台湾地区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国还屡次派军舰来台海骚扰，甚至现在还出动核战指挥机在台海周边活动，难道真印证了国人的说法，美国为了找回面子要对中国动真格了吗？对此，我国国防部在近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近期美国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集中回应。发言人吴谦大校表示，对于任何企图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为，解放军都会坚决反对。而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想以切香肠的方式来试探中国底线的行为，就注定会玩火自焚。所以我们警告美国不要再误判形势，对中国持续挑衅，否则解放军必定会找准时机，给予其雷霆一击。30分钟飞抵中国，美军高超音速武器又失败了，给美国带来一个残酷事实：美国想学中国，但中美有何不一样？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这段时间，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美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接连环中国出访，全场紧逼中国。然而，美国的霸权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石，美军本想给中国一点颜色瞧瞧，没想到却搞砸了，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在美国外交紧逼中国之际，美国空军在7月28日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 AGM-183A 空射试验，但试验的原型机在从轰炸机释放后，助推器未能点火，试验再次失败。之所以说又，因为这是在今年4月5日 AGM-183A 导弹首次试射，测试中导弹发生故障，导弹未能从 B-52H 轰炸机上脱离，试验失败。而这次测试失败原因是，即使导弹和机体分离，而发动机却没有点火。但美军方还是死鸭子嘴硬称，尽管发动机出现技术问题，但在发射时还是成功获得了珍贵数据。其实就是自由落体着地，怎么开始和印度一个德行了？事实上，助推器没有点火算是很低级的错误了，这妥妥的体制问题、监管问题、质检问题等。目前来看，美国科技实力确实还比较强，有些科技已经实际应用，但有些仍停留在试验阶段或者成功论证阶段，但并未试验成功的情况。比如电磁炮海测，从开始的大功率就失败，然后数次改小仍未成功。而我国的坦克登陆舰都完成测试了，美国效率已经成为诟病。而美国驱动杂志还强调 ，AGM-183A 高超音速武器可以在30分钟内飞到中国上空，20分钟内飞到俄罗斯。美国空军希望未来 B-52H 轰炸机、B-1B 轰炸机、F-15EX 能用这款突防能力极强的导弹打击敌纵升高价值目标。美国本想搞个试验震慑中国，但是却犯了低级错误。即使美国不犯这种低级错误，高超音速领域美国已经落后中俄很远了。此前曾有美媒披露，美国高超音速项目正面临高温材料等技术的困扰，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解决？这一残酷现实也是在告诉美国，中国行的美国不一定行。现在
在美国也开始想着施华长技以制华。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为了赢得和中国在半导体、医药、基建、通信等行业的竞争，美国开始采取干预措施，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扶持。但即使美国付出和中国同样的投入，并不一定能得到同样的成果。这让人联想到之前美空军被爆出的$1280一个的咖啡杯。美国已经很明确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很多领域美国已经望尘莫及，追不上就使绊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着急忙慌，使尽手段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原因。